推荐所有职场人去看肖战演的《藏海传》，全员人均800个心眼子，宫斗权谋直接拉满。但是我今天想说的是呀，如果肖战作为应届生来面试，我绝对秒发 offer。为什么？来看看啊，一，肖战呢额头高阔平整，眉骨连印堂是微微隆起，天生大局观拉满，脑子里全是战略布局，做事稳准狠，计划落地不带虚的。应届生有这配置，直接让他带项目。二，肖战的眼神特别好，温润藏神，野心呢不露锋芒。做乙方能藏住攻击性，做甲方也不摆架子。他的耳廓呀饱满，有主见，懂倾听。这种高情商的应届生，真的谁招到就是赚到。三，肖战的鼻梁直贯天庭，腮骨棱角分明，一看就是轴心稳如磐石的狠人。方案被毙，人家能通宵改石板，不崩心态。项目卡局，他能够用执行力卷死同行。但是肖战呢，也有一个致命的隐患啊，是在眉毛过于浓密，有点压了眼睛，说明他是一个内心如此之善良、共情力如此之强的这样一个美好的人，所以特别容易内耗。于是乎，如果在职场要给他配一个没心没肺、吊儿郎当、毫无所谓的那种搭档，两人一起干活就完美了，他就不内耗了。好，我是静茹，你的职场帮手。关注我，给你带来更多有用的职场案例。藏海永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聪明，他进入了平津侯府，看似步步为营，见招拆招，实则每一次的对弈都是由他先挑起的头。这要追溯到5到6集杨大人的生辰。藏海在出生之前已经将平津侯以及他的3个幕僚查得底儿朝天了，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杨真的生日是哪一天？无论他们仨送他财物人，他是都不会收的，就是要故意激他们仨去对付自己。我甚至怀疑陪葬这个局就是藏海自己为自己设下的，并且去引诱他们仨。早在他动李贵妃棺椁的时候，他跟高明就说了一句话，他没有想到皇家的坟墓居然如此偷工减料。所以皇墓表面上是华丽高贵的，但是内里的防水大打折扣。先帝显灵是在藏海意料之中的，而工部侍郎是谁？是平津侯的大儿子。这件事情有关于风水堪舆，而又可以通过庄老大的威胁来除掉某个人，这简直就是为了藏海量身定做的。这个局你要还是不要？藏海为什么将事情闹大？他要的从来不是极限1换1，而是1拖3。在李太妃的事件当中，他们仨没有给出任何一个建设性的意见，又在此次事件当中将事情闹大，上达天听，揭开了他大儿子敛财的事情。如果是在战乱时期，平津侯是一点都不再怕的。说句不好听的，你皇帝的江山还要靠老子来打，他养些无用之人，贪些财又能怎样呢？可此时他已经不是重兵在手了，他太知道他有多少的敌人了，而因为这3人的无用，一次又一次的牵扯到自己的大儿子身上，他还会留他们仨吗？他眼下要的是一个能做事、敢做事又可信之人。什么是可信之人？把柄拿捏到自己手里的。藏海在马车之中给出平津侯几个点：怕死，想继续往上爬，将自己的身家性命以及把柄主动送给平津侯的手里，并且通过分析眼下侯府的处境来体现自己的智。藏海不止一次同高明讲过，平津侯是一个怕死疑心很重的人，所以藏海会相信他做了1次2次所谓的善举，平津侯就能放下对他的戒心，一步一步当成自己人吗？我上一条视频就讲了，藏海并没有完全相信面具人以及他的师傅们，他在密道里看到的铜鱼只是当初的1/3呀，另2条去哪里了？他在动手之前给了高明一封信，他在试探，他用自己的莽撞以及符合当下情景的情绪去引诱面具人给予他更多的情报，相互利用罢了。你利用我杀平津侯，而我利用你去找出当初的真相。藏海何尝不知他只是棋盘中的一颗棋子呢？但既然大家都入了局，
那最后的胜负还未得知。《藏海传》第7集，就姬伯伯死这一块，我一下子我就绷不住了那个眼泪。藏海从出山复仇到现在这几集，他其实他一直在失去他的父母、他的师傅、他的朋友，包括他智奴的身份。我一直觉得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而记得智奴他们一家的人，经过这10几年越来越少，而能让藏海在这种生死面前说出姬伯伯我是智奴啊，就是那一刻他是有多么的依恋。然后姬伯伯听到他是智奴的时候，我感觉他整个那个精气神都散了，一下子就趴在了地下。最让我难受的是姬伯伯的临死之前那句话，他说智奴我没有办法陪你走出去了，而且他有多无助，觉得自己很无能，他的命也只能将藏海托举到这里了。而且第1集、第2集铺垫太长了，我就咔咔我就报复人家就杀，结果到现在一直在死，一直在失去。他俩中间有一个眼神一对视，就是肖战他一下子泪下来，还有那个姬伯伯临死之前那个眼神，我说我根本就绷不住，然后我哭着哭着，我发现他怎么山根挺高啊。肖战能给我争点气不？我不开玩笑，我第7集我都没看完，我眼睛都给我哭肿了。我再给你1集0一点的机会，你能不能给我拿下对方一个人头？你能不能回答我？事已密成，言已懈怠，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子。如果你提前享受了把你的事情说出去带来的这种虚荣感，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去收获这件事情成功以后给你带来的这种成功感。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人真的希望你变得好，真正希望你好不符合人性，你真正希望你好的人非常少，非常稀缺。人性的真相就是见不得别人好，尤其是见不得身边的人比自己好。身边的人过得好会嫉妒，非心非护的人过得好他可能会羡慕，会崇拜。但即使他能接受你变好，但是他绝对不会接受你变得比他好。聪明人都是不会显摆的，不会炫耀自己的，因为这种瞬间的虚荣不会让自己变得多么了不起，反而会招来更多的记恨，很可能会是一种无端而出的灾祸。所以你一定要记住，人性比你想的要复杂，也比你想的要更可怕。你本来只是想分享自己的喜悦，希望大家能够为你而高兴，但是你却触动了别人那个敏感的神经，激发了一些人的恶意，进而让你想分享的这种喜悦变成了一种对别人莫名的伤害。所以你记住啊，尽量不要和别人说你的事情，尤其是你成功的事情，不要让别人知道，不要让别人了解你太多。逢人只说3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是绝对没有错的。要知道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烂人，都可能是小人，他们骨轻命贱，不要脸，没有底线，本来就非常的嫉妒你，他们窥探你的消息，找机会拿捏你，坑害你，结果你还是用真诚的方式给他们讲述你自己的事情，这不就等于主动送上门去了？你正中了他们的意，让他们有更多的拿捏你、占你便宜、坑害你的机会。你要明白，一个人的话越多，气场越弱，震慑力就更差，不受人尊重。所以你记住啊，尽量不要和别人说你的事情，尤其是你成功的事情，不要让别人知道，不要让别人了解你太多。你可以脑补一下，生活中那些说话多的人，那些话痨，那些碎嘴子，有什么样的震慑力？哪个又能镇得住场？相反，那些有威慑力的人，基本上都是话很少的人。你去看看那些有权势的人，那些当官的人，哪一个话多？他们几乎都很少话。所以说，话多的人当不了领导。另外，生活中有多少人吃亏倒霉受伤害，不都是因为自己将秘密全盘托出而导致的？这些人还无知的炫耀，标榜自己的真诚，最后就是因为自己所谓的真诚，让别人抓住了你的把柄，找到了自己的软肋，从而让别人拿捏你、冒犯你、算计你、伤害你。所以你记住，社交越多麻烦越多，说话越多风险越大，那就越多。因为你暴露的东西越多，别人窥探你的东西就能越多，而且这种窥探几乎都是恶意的，为的就是进一步拿捏你来做准备，就如同在你的身边安装了一颗定时炸弹，时时都对你构成威胁，没准什么时候你伺候不好它，就引爆来伤害你。如果你的现状让你很不满意，你又尝试了很多的办法，但是都没有办法解决，你就把我讲的这些看懂人性，看懂社会规律，
看懂真相以后的强者心法弄明白。如果你弄懂了，你就可以摆脱焦虑，轻松的驾驭人性，就可以懂得让别人尊重你，对你好，为你让出利益，实现价值，助你达到目的。你要知道，在现实生活中，无论什么关系，如果处于一种被拿捏的状态，那就是因为你的气场不够，失去了对周围人的震慑。尤其是对待小人和烂人的时候，你失去了威慑力，那么他们就敢于来冒犯你，敢于来侵犯你，敢于来坑害你，突破你的界限，牵占你的利益。相反，你越保持神秘感，别人不了解你，你就越有威慑力，就能震慑那些对你动歪心思、打你坏主意的人。记住，人性恐惧的是对未知，他越不了解你，越不敢对你造次。只要他对你吃不准，心里没底的话，他就越不会向你伸出贪婪之手，就越不敢对你进行冒犯攻击。任何人都一样，对不了解的人都有礼数，任何的不尊重、冒犯都是因为过于熟悉，知道你的事情太多。所以你要记住我的话，事儿不说话，能闭嘴的时候就不说话，能少说话的时候就不多说话。告诉你一个逻辑，对于普通人只说 30%， 对你的亲朋好友也就是 50%， 最要好的关系也不要超过 70%。 如果你真的懂人性的话，你就不要告诉任何人你的财路，不要跟别人说你的家事，更不要跟别人说你的错事，不要跟任何人讲你的目的。你要做的事情去做，尽管去前行就可以了，但是不要告诉任何人，事以密成，言以懈怠。如果你提前享受了把事情说出去带来的这种虚荣感，那你就没有办法获得这件事情成功之后给你带来的成功感。